Hello，各位好，我是 Chris，我是你的 TOEIC Coach。我们在这里做的是单字的练习，叫做 VET。刚好斗起来这个字母就变成好像宠物 vet 的一个字啊。这是我们的 syllabus，然后我们会开始第一个进行内容，就是我们的小测试。现在画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单字小考啊 ，Fate interrupts journalist opponent， 你知不知道这4个单字的意思？不晓得的话呢，建议先不要把video 继续播放，你先去跳到荧幕右上方出现的 I， 这就是上一集的这4个单字的句子呈现讲解。那我们怎么认识单字最容易记得？就是会有一些，往往我们都是看故事书，有没有？然后对一个剧情啊印象深刻，然后就记得那个作者说了什么话，或他呈现了怎么样的语言啊，所以就记得了那一句话，那整句话你就印象深刻。那我们试着也是这样子的方式哦，透过句子的方式来认识单字，这样累积起来啊，那个效果非常好，而且你会不知不觉的一直在进步。那为什么多看 Netflix 会进步你的听力？因为你就是不知不觉一直浸泡在这样子的环境内容当中啊，所以不建议是坐在那里就一直只有看单字，然后10倍一个单字，那效果比较有限。好，下面有 DSL 没有照顺序，你帮我把下面提示画面下面中间提示 DSL 放到画面上方的这个红色的镂空3个字母的地方，让整个句子的句意变成流畅的。你挑战看看做不做得到？我总共先播放4题啊，那4题过后我们才开始今天的 video， 才开始帮各位做讲解，到时候你就可以做笔记、做截图，当做你的单字字卡咯。好，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方式会是受用的，或者是你已经是我们的 channel 的长期用户者、支持者，谢谢你啊！那请你给我们的这个 video 一个赞。这个是第3题咯。好 ，LDT， 最后一题来了。BAR bar， 喜欢喝啤酒的同学就说 bar beer，bar 是一个铁条啊，像 steel bar 或者是一个巧克力 bar。就叫 chocolate bar， 你知道肥皂也是用 bar 那个字啊 ，bar，a bar of soap。OK， 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单字介绍了。我希望每个 video 可以压缩在4分钟，其实没有办法啦，有时候就是6分钟，或甚至有时候超过10几分钟，所以我就把东西弄短。相信你在看认真的东西之余，当然也要看一些娱乐的。好，第505题你有答对吗？答案都在最下面画面下面反黄的，那这个题目就会变成红色的这个单字 misleading， 那我就会把这个题目重点题目都用红色呈现。The advertisers were fined for the misleading contents of their TV commercial. Consumers were led astray by their rhetoric. 好，广告者就叫 advertisers， 被罚款了 ，were fined for misleading， 误导的诱导人的。就叫 misleading contents of 他们的电视广告 ，consumers 是消费者were led 就是领导那个单字的过去分词astray 就是误入歧途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帅气穿皮衣的，然后骑着哈雷重机的男生，然后他就在这个沙漠边，然后就停着车，然后不慌不忙的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包 Marlboro， 然后就点了一根香烟，然后就被大罚了，因为感觉好像是误导消费者。就是有时候年轻人就比较容易去看了之后觉得哇好酷哦，我好像也属于这种型的，所以他就会从事他这样同样的行为活动。好了 rhetoric 就叫做说辞。我把它好听话说叫说辞了，就是比较修饰过后的，有时候有些人把它翻译的比较负面但其实它是蛮中性的。Rhetoric 就是一种说辞 ，misleading 就是误导人的。第2题呢叫 acquire，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With constant practice， 透过持续的、长长的，就叫 constant practice 练习 ，you can definitely acquire fluency in English。acquire 就叫做取得。或者是去买起来，像大公司买大公司，有时候可以用这个 acquisition 这个单字，就是 acquire 的名词 acquisition 就是这个收购。那 fluency 叫做流畅度 ，in English 你就会有英文的流畅度。第3个题目叫 credential applicants must prove their language fluency， 申请人要证明他们语言的流畅度 language fluency。
fluency 是名词流畅度。怎么证明呢 ？With the TOEIC certification， 透过他们的多益证书 or related credential 或相关的 credential，Chris 最喜欢的翻译应该是资质或资历。你说他的资历非常深代表他有很多的经验，而且有很多的客户给他的评语等等的，这个叫 credential。希望各位可以快点去建立你自己的 credential， 在你的最棒的领域里头建立你的 credential。好，就从 credit 那个字联想嘛，信用是最重要的事情。第508 ，He tried to bargain for a cheaper price because he was under budgeted。他试着去 bargain， 你从前文后文可能就推论得出来便宜的价格，因为他的预算不足 ，budget 叫预算，对不对？所以 under budgeted 就叫做预算不足。好，当 bargain 去名词 VI、VT， 所谓的 VI 现在滑鼠指标的地方就是不及物动词也就是后面不需要加名词 ，VT 呢就是及物动词，就后面一定要加。对不起，我刚才说的是名词不是动词，我刚刚说到动词VI 我再说一遍，VI 不及物动词，像比如说他哭了 ，she cried， 后面就不用加名词不用任何的受格，这个句子就可以用 VI 的方式来呈现。VT 就是一定要加受格的 ，I love you。那个 you 就是 love 的受词，所以 love 就叫做 VT bargain 就叫讨价还价。好了，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很快的可以练习了4个题目了呢？那当然，我们后面不要做 passive learning。所谓的 passive learning 就是被动学习 ，spoon feeding 它叫做喂你汤匙吃，也就是你听一听就过去了。Because my teacher said that learning is never a spectator sport。这个学习的路上绝对不是个观众席的运动，没有任何的学习是观众席的，不管是数学也好，任何的科学语言等等的，都会是要去 involved去摄入于其中。所以这是我最后的小挑战，当然慢慢累积上去如果你没有办法4个放一个句子，那你放1个单字放一个句子，最好的一个开始。Alright， 我是 Chris， 我是你的 TOEIC Coach， 请你加油。